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1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99.14，收盘价是321.2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328.71，最低价是在297.6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3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量，当日的成交量是2.05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7倍，抱有大的成交量。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1月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一路向上，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上方是在330附近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出现了回撤。那收盘价呢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上部，留下了较长的上影线。那么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说明当日股价在出现大幅上涨之后上方是有卖压的出现。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也就是328.71，那么股价将会继续这样的一个上行的走势，否则股价会出现回档。那么回档的支撑就是这根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97.8附近，实际上也是在300关口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上行或者横盘向上，收盘价在298；另外一个可能是横盘向下，收盘价在296，而实际当日的收盘价是在321.22，股价是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所以我们预测的两个可能是完全与实际发生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股价现在是出现了上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我们会看到，在11月8日这根 K 线，一根 K 线即突破了我们之前说的两个目标，一个是300关口，另外一个是314。我们回顾一下，314呢是之前最后我们把图缩小，我们会看到这一波空头下来，这是最后一波跌幅的最高点，在这个位置。那么目前的股价呢，收盘价已经站上了这个位置。那所以这两个目标已经完成了突破。那么股价继续向上的目标呢，现在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我们会找到之前的高点，继续向上的目标。现在我们可以给一个中间的目标，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300，我们会看到应该是在385附近是这个目标。但是在这之前呢，我们先给出第一个目标，我们把图放大会发现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中间目标，对，也就是说在2022年4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364这个位置，它现在是我们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来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好，这是目前的
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在300，我们来看看，是在365附近。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385。好，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到达364之前，这是目前股价的位置，在321附近。那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有一个压力位，就是2022年4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333附近。这个位置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对，好，那么我们再把图缩小。我们曾经说过，股价在突破300关口以后，实际上也就站上了299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将会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这个多头趋势一旦建立呢，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接下来股价的收盘价又站上了314，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标志位。那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呢，说明目前股价瓦解了自2021年11月6日以来的，也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以来的空头趋势。这个空头趋势已经被瓦解，好，并且已经建立了多头趋势。那么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414，是这个位置。那在这里我们想强调一下，这是目标是这个位置，不代表股价一定会到达这个位置。那么在到达414之前，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列出的目标位364、285，包括最后还有一个压力位是在400关口附近。那这三个位置虽然我们把它定义为目标，实际上它都是压力位或者说是阻力。真正股价的目标，上行目标应该是414，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好，那我们认为在到达364之前，那么目前的压力位就是在330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333，这是一个压力位。那同时还有一个整数关口，就是350。我们认为这两个位置每突破一个位置，都会促进股价继续上行。当然，每到达一个位置，股价都有可能会出现反转向下。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不变，仍然是在这个位置239这个位置。那么股价要跌破这个位置呢，我们会看到要到达这个第一个目标呢，或者说是跌破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但是呢，在到达239之前，我们要给出一个标志位，就是11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97，我们取整数，也就是在300关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那么股价才有可能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才有可能测试下方的各条均线值，然后呢，跌破20日均线值呢，才有可能会到达239，这是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呢是212，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03。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1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那么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11月7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297附近，而在10月8日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好，那么我们到了11月11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
的实体部分的上沿，实际上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好，那么我们会看到11月8日这根 K 线啊，上方是含有较长的上影线，说明是有卖压出现了。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股价如果能够在321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继续向上。但是股价如果在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现回档的走势，这是我们关注321的理由。好，这是我们说的日 K 线图，我们再回到周 K 线图，我们再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这是一根含有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那这是可以说，如果我们从K 线的这个长度来看，这是特斯拉股价历史应该说是在之前叫2021年10月25日，对，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后啊，这是单周涨幅最大的一根 K 线，对。好，那么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一举是站上了前高，这个前高我们指的是7月17日，2023年7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周 K 线图当中啊，现在是确认了这样一个多头趋势，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当周的成交量也是非常大的，对，那么出现这样一根价涨量增的 K 线呢，那日后呢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当然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或者出现休息的 K 线。那如果股价出现回档或者休息呢，那我们认为在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实际上也就是在285附近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那这个位置如果不被跌破呢，那么在周 K 线图当中，股价应该是一直会继续有上行的走势的。好，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的预测。在上一周我们对当周的周 K 线预测的时候，如果是收高，应该是收在265附近，但是股价出现了大幅的上涨。然后如果是收低呢，是收在229附近，230附近，对。然后在周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44这个位置，对，也就是这根绿 K 实体的中线。因为在出现这样一根大幅上涨之后啊，我们会看到股价会出现了一个回档，出现了一根红 K， 不跌破它的中线，那么股价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那么到了11月4日当周，股价是继续出现了上行。那么正好呢，当周也是在我们给出的这条观察线上方运行。好，那么到了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也就是11月11日当周，那么我们要给出的上方的股价如果继续上行，我们给出一个位置会收盘在350这个位置，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350。350，好，如果出现下行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300这个位置。好，我们继续上移这条水平线。好，那么在周中呢，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
K 线的最高在329附近。好，那么这是我们给出的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走势。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我们要特别关注前一周这根 K 线的最高329，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将会继续这样的上行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在低位，很有可能会收盘在300关口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272这个位置。对，那我们之前给出的停利的位置是285，所以止损的位置呢是在247，但是在11月8日收盘价是在321.22，股价出现了上涨。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继续加仓5%。那这样一来，我们的仓位将会达到20%。那么成本价呢是到达了28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给出停利的位置，我们是守10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97，股价跌破这个位置可以停止利润的损失出场。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守20均线值在253附近。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么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我们认为在目前来看，应该是要守330这个位置。对，因为一旦出现卖压，实际上也就出现了一个止涨的一个信号。那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有空头的进入，实际上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啊，现在股价的是否回档，并不取决于空头，而是取决于多头。如果在11月11日，多头认为在这个位置可以回档了，那么只要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推动，对，那么股价一定会出现回档的。所以说我们虽然说空头要守330这个位置，但是如果有多头力量进入，目前空头应该是阻挡不了多头的力量的。对，所以其实目前特斯拉股价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取决于多头。好，那么好，我们再来看空头的目标就是297，还有一个11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47，这是空头的两个目标。一个是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瓦解这样一个涨势，如果是跌破了247呢，将会瓦解这一波强势的上涨，那么股价很容易会跌破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对，所以这是空头的目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好，那么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高329，第二个压力位在333，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位置，也是前面一根 K 线的最高。然后第四个压力位呢，我们愿意给出呢是在350这个位置，我们取一个整数关口，对，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好，那如果再给出第四个压力位呢，就是我们说的上方的这个第一个目标是在364附近。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我们来看看，首先到来的支撑是这根
绿 K 实体的中线是在311附近。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98到295之间，在这个区域，实际上它也包括这根 K 线的最低。好，那么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75到273之间，在这个区域。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53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1月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上行，我们要给出2个点位。好，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21，上方最高会到达229，然后收盘价会收在最高会到达329，对，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25附近，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如果股价到达了332，在这个位置，那收盘价很有可能会收在328附近。那么我们预测的这个上涨就是说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横盘向上，出现新高，然后呢收盘价会在前高下方。对。那么出现这样的继续上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21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上涨。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24，下方最低会到达315。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16附近。那么出现这样回档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24的，满足的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也就是我们预测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休息的 K 线。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1月1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